刚穿越进硬核游戏就要被当场处刑，开局沦为序章必死的反派学生会长。面对全校公审和剥夺特权的帝国法令，他搬出冷门校规，漏洞绝地翻盘。深夜的便利店里，兼职店员英正正专注玩着手机游戏，门铃突然响起，老板破天荒在这个时间来店里，还称呼兼职3年的英正为烂做游戏大师。还没到交班时间，英正还以为老板终于招到了漂亮的女兼职，没想到老板直接坦白自己其实是要移民去澳大利亚了。老板紧接着宣布，打算把这家便利店转让给英正，考虑到他的经济状况，还会把转让费压到最低。英正一时没反应过来，老板接着问起他最初的梦想，不就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便利店吗？现在正是实现梦想的时候。英正不明白老板为什么要把机会留给自己。老板坦言店里换过27个兼职，从来没见过像英正这么勤快靠谱的，不管是服务收银还是打扫补货，英正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突如其来的认可让他感动的直接站了起来。英正感动得跑出便利店透气，手里还紧紧抓着手机，走在马路上感慨今天真是自己的幸运日。刺眼的车灯突然迎面照来，一辆疾驰的大卡车疯狂按响喇叭，英正甚至来不及躲闪，就被货车直接撞飞了出去。英正倒在血泊里，调侃自己居然被2辆卡车连着撞。掉落的手机屏幕上正显示着游戏时长突破1万小时的成就，意识逐渐模糊。既然注定要穿越，至少也要去个无敌流或者后宫题材的世界。再次恢复意识，耳边却传来严厉的审判声，宣布从即刻起剥夺他的学生会长职务和学院的一切特权。伊芙当场向坐在受审席上的沃尔夫·拉姆质问，问他最后还有什么遗言。看着眼前的伊芙和熟悉的审判场面，英正立刻反应过来，自己穿越进了常玩的那款游戏，无敌流和后宫题材彻底泡汤，因为他附身的沃尔夫·拉姆在游戏序章就会死掉。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沃尔夫·拉姆只会在审判席上放几句狠话，赌气离开学院，然后迅速丢掉性命。这个角色刚被赶出学院，就会被愤怒的学生乱刀捅死，甚至在第5幕变成丧尸，再被伊芙亲手斩杀。伊芙宣布这是最后的仁慈，让他离开学院老实苟活，只要踏出学院大门就是必死无疑。沃尔夫拉姆故意扯出一抹胸有成竹的冷笑，这反常的举动让伊芙瞬间愣住。要想活命，就必须想办法留在学院里。眼前的伊芙看似高冷，其实是个不善社交的优等生，只要抓住这个弱点，就能找到破局的办法。沃尔夫拉姆笑着问伊芙是不是想赶自己走，伊芙再次强调，按照帝国法令，沃尔夫拉姆的所有特权即刻被剥夺。听到剥夺这个词，沃尔夫拉姆开始反复低声念叨，搞得伊芙一头雾水。就在伊芙忍不住质问他想耍什么把戏时，沃尔夫拉姆突然面目狰狞地咆哮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伊芙当场吓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伊芙拍桌怒斥，让他立刻滚出学院。沃尔夫拉姆却翘着2郎腿，一口回绝，直言自己绝不会离开。面对发懵的伊芙，沃尔夫拉姆让他重新核对帝国法令，上面只写了剥夺特权，根本没有开除学籍的内容。审判席上的众人当场愣住，伊芙刚想反驳，沃尔夫拉姆直接起身走到他面前。作为把冷门校规倒背如流的骨灰玩家，他当场搬出校规条款，抓住了法令留下的漏洞。校规明文写着，所有学生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学生身份从来都不是特权，而是受校规保障的合法权利。伊芙被对得哑口无言，沃尔夫拉姆直接俯视着警告他，别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还是专心去准备下届学生会吧。一旁的西尔维亚立刻大声反驳，没了每月8000万的津贴、顶级宿舍和特殊评分特权，一个废物根本不可能在学院活下去。面对西尔维亚的嘲讽，沃尔夫拉姆神色自若地反问，要是自己没了特权也能撑住又如何？他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活下去。沃尔夫拉姆冷冷质问西尔维亚，凭什么随意判定别人的极限，并直接命令西尔维亚向自己道歉。被气势压倒的西尔维亚下意识道歉，却被伊芙厉声制止。伊芙咬牙切齿地骂他巧舌如簧，沃尔夫拉姆却笑着祝贺伊芙，直言他的反抗已经成功，会长那个位置现在彻底属于他了。若是穿越成主角凯尔图斯，或许还能和帝国线女主角伊芙有所交集，可惜现在的他们只是彻底的陌生人。见众人无话可说，沃尔夫拉姆转身就准备离开，伊芙急忙从背后大声叫住他，质问他既然失去了一切特权，为什么还要执意留在学院？面对伊芙歇斯底里的追问，沃尔夫拉姆停下脚步，回头轻笑，直言自己只是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梦想。他手抚胸口，意味深长地提醒伊芙，会长那个位置可沉重得很，希望彼此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全力以赴。说完，他挥手推开大门，扬长而去，只留下坐在主位上咬牙切齿的伊芙。刚走出大门，漫步在长廊上，身后就传来了焦急呼唤他的声音。沃尔夫拉姆脚步不停，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微笑。属于他的学院便利店店主路线在此刻正式开启。坐落于海岛之上的泽福林学院，不看出身，只凭才能，被誉为所有学生的求学圣地。这里不仅传授剑术与魔法，还涵盖商业、农耕与讨伐魔物。只要付出努力，任何学生都能在校内积累惊人财富。然而，信心满满的沃尔夫拉姆却当场迎来晴天霹雳。对方笑着比出零的手势，告知他的账户余额已经彻底归零，让沃尔夫拉姆瞬间傻在原地。对别人来说是求学圣地，对他来说却直接变成了地狱。沃尔夫拉姆瘫坐在台阶上，忍不住痛骂原身是个无可救药的败家子。看着那一长串离谱的账单，买华服、
搞魔法道具，甚至还在赌场输了个精光，8000万津贴全被挥霍干净。接盘这个烂摊子的居然是自己，回宿舍或许还能搜刮出值钱的家当，可刚赶到第一宿舍门口，就被通知退宿手续已经全部办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打包好的行李和配件就被直接扔了出来。舍间客套的道谢告别，厚重大门随即在面前重重关上，只留下沃尔夫拉姆独自站在门外。走投无路的沃尔夫拉姆只好在路边角落摆起地摊，把行李箱里的配件、法杖和饰品一一摆开。很快就有路过的学生被这些好东西吸引，兴冲冲地凑上前询问价格。可对方刚一抬头，认出眼前的人竟是恶名昭彰的前会长，当场吓得语无伦次，连连道歉，转头就尖叫着连滚带爬逃跑了。沃尔夫拉姆无奈叹了口气，原身在学院里臭名昭著，这种人人避之不及的反应确实让他不太习惯。翻出来的这几样家当看起来倒确实价值不菲，摆摊行不通，要想把这些顶级装备卖出好价钱。沃尔夫拉姆转头来到学院的矮人工会，他拔出宝剑，自信满满的向对方展示。本以为矮人会对极品装备趋之若鹜，没想到矮人铁匠一眼认出是风之神剑，却连连摆手表示绝不收购。被当场泼了冷水的沃尔夫拉姆追问原因，矮人铁匠却懒得废话，直接黑着脸下了逐客令。既然矮人这边行不通，沃尔夫拉姆立刻赶往学院的精灵工会，打算再碰碰运气。沃尔夫拉姆拿出奢华魔法长袍，本以为精灵绝对无法拒绝这种顶级道具，没想到精灵店主同样一口回绝，甚至一眼就爆出长袍的顶级材质，却依然冷淡地表示单纯不想要。再次碰壁的沃尔夫拉姆拖着行李走出大门。以前玩游戏时，第一件事就是刷阵营好感度，好在后续购买稀有道具，但他从没见过开局好感度就直接跌停的情况。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些不对劲，一路偷偷跟上来的正是刚才那位矮人铁匠。他双手抱胸，支支吾吾，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沃尔夫拉姆看出对方的心思，索性把宝剑重新递到矮人面前，追问他既然知道是极品，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肯收购？矮人铁匠没好气的坦白，拒绝收购纯粹是因为卖家是沃尔夫拉姆。消息一大早就传遍了学院，各大势力都已经收到通知，绝不再给他提供任何优待，哪怕这把神剑价值5000万，矮人们也绝不会买他的账。矮人提醒他别只看眼前，在学院里各大工会唯独受学生会长管辖，而如今新上任的会长伊芙正对他充满敌意，各大势力自然谁也不敢忤逆。得知真相的沃尔夫拉姆苦笑着道谢，转身扛起装备，拖着行李离开。看着他平静离去的背影，矮人忍不住嘀咕，感觉眼前的少爷和传闻中判若两人。天色逐渐暗了下来，碰了一整天壁的沃尔夫拉姆瘫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疲惫地叹了口气。没了学院所属组织，买卖道具、住宿和打工的特权全被封死，必须尽快找到下属机构挂靠才行。饥寒交迫的他彻底耗尽体力，倒在长椅上沉沉睡去，直到深夜，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唤。沃尔夫拉姆猛地惊醒，月光下一个高大的人影正俯视着自己，他吓得连连后退，质问对方是谁。来人连忙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对方顺手递过来一袋面包，温和地解释自己只是看他挨饿想送点吃的。急了的沃尔夫拉姆顾不上形象，抓起面包和水就狼吞虎咽起来。对方调侃昔日的会长居然如此狼狈，沃尔夫拉姆咽下食物，勉强解释自己只是还没找到落脚点，随后客气地向对方道谢。话刚说出口，他猛然愣住，急忙叫住对方追问名字。对方愣了一下，指着自己准备回答，眼前的人正是游戏里急着转让杂货店的 NPC 菲尔。菲尔笑着挠头，自报家门，表示叫他杂货店菲尔就行，不过因为店里亏损严重，自己正打算关门转让。这番话让沃尔夫拉姆看到破局的希望，他猛地一把死死攥住菲尔的手。面对一脸茫然的菲尔，沃尔夫拉姆抬头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当场提出要买下这家亏损严重的杂货店。看到有人愿意接盘烂摊子，菲尔当场乐开了花，连连道谢，直呼多亏了沃尔夫拉姆，自己终于能安心回老家了。顺利接手杂货店的沃尔夫拉姆信心满满，一大早就推开大门准备大干一场，现实却狠狠泼了盆冷水。他守在柜台前苦苦等待，店里却连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不仅一件东西都没卖出去，原本的存货还全部发霉烂光。随着眼前弹出破产的惨淡提示，沃尔夫拉姆绝望地跪倒在地，伴随着一声惊呼，沃尔夫拉姆猛地到西凉奇坛坐起来，这才发现刚才那让人窒息的破产危机全是一场噩梦。看着货架上完好无损的蔬菜面包，沃尔夫拉姆这才彻底松了口气。伴随着推门声，菲尔笑着走了进来，顺手把500万现金拍在柜台上，主动提出这是留给他开店周转的进货本金。当初沃尔夫拉姆用配件和长袍换下店铺，两样极品本就价值8000万，扣除找回的500万，实际收购成本相当于7500万。沃尔夫拉姆向菲尔道了声谢，这笔交易算下来其实相当划算。菲尔突然想起一件事，房东得知店铺转让后，特意提出想见一见新店主，突如其来的会面要求让沃尔夫拉姆始料未及。门外传来一阵清冷的女声，菲尔笑着打完招呼便识趣的告辞离开，伴随着清脆的脚步声走近。沃尔夫拉姆看清了来人的模样，一身标志性的制服与及腰长发，正是艾拉。
艾拉不仅是魔法学部的3年级次席，游戏剧情里的中期强力首领，更是原身沃尔夫拉姆的未婚妻。面对沉默不语的沃尔夫拉姆，艾拉语气冰冷的率先开口，质问他为什么特意跑来找自己。看着满脸茫然的沃尔夫拉姆，艾拉冷笑一声，认定他买下这间杂货店就是为了向自己传递某种信号。他居高临下的冷冷质问，这番举动到底是在向他求救，还是打算向他下达命令？艾拉语气中满是鄙夷，嘲讽他唯一的优点也就是野心，被亲妹妹赶下台后，现在居然还想跑来依靠未婚妻。他居高临下地下了逐客令，冷冰冰的警告这里没有他的容身之所，让他立刻从眼前消失。被当面驱逐的沃尔夫拉姆顿时陷入危局，眼前的艾拉可是掌控帝国2成商业的伯爵长女，先天魔力等级高达19，更是年纪轻轻就掌握了3阶魔法的天才。以原身现在这副弱不禁风的体质，艾拉一旦动起真格，自己当场就要彻底交代在这里。沃尔夫拉姆脑子飞速运转，必须利用对艾拉的所有情报，找出唯一的破局方法。他突然露出一抹轻蔑的冷笑，当面嘲弄这栋破楼居然是艾拉的资产，投资这种地方简直品味堪忧。被当面羞辱的艾拉顿时厉声质问。沃尔夫拉姆顺势摆出高傲的姿态，声称自己根本瞧不上这点微薄产业，深知被称为反叛魔女的艾拉最看重什么。面对艾拉怀疑地质，问他盘下店铺的真实意图，沃尔夫拉姆直视着他的眼睛，当场抛出艾拉最钟爱的词汇，这一切全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出乎意料的回答让艾拉瞬间愣在原地。艾拉回过神来，冷笑一声，嘲讽他明明已经被逼入绝境，居然还敢厚着脸皮大谈野心。艾拉回过神来，冷笑一声，嘲讽他明明已经被逼入绝境，居然还敢厚着脸皮大谈野心。沃尔夫拉姆自信的反唇相讥，声称自己从未真正认输，眼前这间看似不起眼的杂货店，正是他实现野心的全新基石。沃尔夫拉姆自信的反唇相讥，声称自己从未真正认输，眼前这间看似不起眼的杂货店，正是他实现野心的全新基石。面对艾拉充满怀疑的质问，沃尔夫拉姆索性大步走向柜台，宣布要以这家店铺为跳板，将真正的人才全部收入囊中。面对艾拉充满怀疑的质问，沃尔夫拉姆索性大步走向柜台，宣布要以这家店铺为跳板，将真正的人才全部收入囊中。艾拉不屑的冷声反问，嘲笑他根本没有识人的眼光。沃尔夫拉姆从容拿起柜台上的面包，直接点出艾拉最为珍视的底牌，那个隐藏在身边的德鲁伊女孩，让艾拉的表情瞬间彻底凝固。沃尔夫拉姆从容拿起柜台上的面包，直接点出艾拉最为珍视的底牌，那个隐藏在身边的德鲁伊女孩，让艾拉的表情瞬间彻底凝固。沃尔夫拉姆紧接着爆出更多人才，精通火焰魔法的魔法系新生，以及骑士系潜藏的未来剑圣。艾拉震惊的愣在原地，失声质问他究竟是从哪里知道的。沃尔夫拉姆拿着面包轻蔑一笑，反问艾拉是否还在怀疑自己的眼光。他索性将计就计，声称当初主动让出学生会长之位，就是为了退居幕后，暗中掌控整座学院。看着彻底被震慑住的艾拉，沃尔夫拉姆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直言唯有隐于暗处的反叛才最宏大壮丽。这句名言本是艾拉的标志，为了活命，沃尔夫拉姆只能先下手为强。深受震动的艾拉捂着胸口，难以置信的喃喃自语。沃尔夫拉姆双手插兜，冷淡回应，声称自己从不需要信任，所谓信任不过是依附于结果的无聊产物。他迈步逼近艾拉，眼神中透出凶狠的杀意，冷冷警告艾拉自己不需要任何帮助，要是敢挡路，就一定会把艾拉彻底除掉。眼看艾拉彻底被自己的气势镇住，沃尔夫拉姆表面上依旧维持着冷酷。艾拉思索片刻，终于点头答应，反倒让沃尔夫拉姆有些意外。还没等沃尔夫拉姆松口气，狂暴的紫色雷电骤然爆发，恐怖的威压逼得他连连后退。艾拉指尖缠绕着刺眼的雷光，冷笑着向他发出挑衅，直言那就看看他打算怎么除掉自己。这完全超出预料的展开，让沃尔夫拉姆当场僵在原地，整个人彻底陷入被动。艾拉浑身爆发出刺眼的紫色雷电，整个人缓缓悬浮到半空，语气冰冷的当面挑衅，直言既然放了狠话，那就尽管动手试试看。狂暴的魔力威压瞬间席卷杂货店，货架上的面包和杂物被震得漫天乱飞，可沃尔夫拉姆却双手插兜站在原地，任凭雷光在身旁肆虐，脸上依然维持着深不可测的冷漠。这副泰然自若的姿态，反倒让艾拉陷入了沉默。然而表面上稳如泰山的沃尔夫拉姆，实际上早已吓得冷汗直流，完全不知该如何收场。沃尔夫拉姆能编的底牌已经彻底掏空，眼看谎言就要被当场戳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艾拉周身狂暴的雷电却渐渐平息，整个人稳落回地面。艾拉直言沃尔夫拉姆根本打不过自己，但看在他那毫无动摇的眼神份上，姑且相信他的野心并非虚言。冷冷丢下一句会继续盯着他，便转身摔门离去。随着房门重重关上，沃尔夫拉姆紧绷的神经瞬间断裂，双腿一软，当场瘫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庆幸自己居然死里逃生。看着满地狼藉的杂货店，沃尔夫拉姆的眼神重新坚定起来。沃尔夫拉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快步走到柜台前，一把抓起桌上厚厚的货款钞票。既然侥幸保住性命，那就必须全力经营便利店。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送货员在门口高声通报订购的货物已经送达，总计3524800，请店主确认签收。然而当房门缓缓拉开，看清眼前这位前任学生会长的瞬间，送货员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当场僵在原地。
沃尔夫拉姆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对方，语气冷漠地质问：“究竟是谁来收货？对他来说很重要吗？”送货员连忙躬身致歉，表示自己只管按单送货。道过谢后，便放下沉重的巨型货箱，告辞离开。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货物，沃尔夫拉姆虚脱地靠在箱子上，庆幸自己成功钻了学院规则的空子。虽然没人愿意与他个人做生意，但根据学院规章和公平交易法，任何人都不能拒绝便利店店主的订购需求。看着门外接二连三赶来送货的店员，沃尔夫拉姆神情冷峻地命令他们把货物全部搬进店里。只要换上商户的名义，原本深陷孤立的困局就被彻底撕开一道缺口。沃尔夫拉姆嘴角扬起一抹冷笑，楼上的艾拉端着茶杯，将沃尔夫拉姆的举动尽收眼底。他轻抿一口热茶，承认他确实在现任学生会长伊芙的眼皮底下搞到了货物，越发好奇他接下来的打算。第二天黎明，魔法区的大楼门前，两个面容枯槁、神情疯癫的学员跌撞爬来，宛如丧尸般伸出干瘪的手，嘴里绝望地哀嚎着呼唤教授。在泽福林学院，魔法是一门漫长又艰苦的学科，经历4年基础教育，本科生需要探索9阶魔法的奥秘，再熬4年达到7阶才能顺利毕业。但其中总有渴望追求更高境界的天才，毅然选择再次敲响学术深造的大门。他们没日没夜地帮教授做实验，通宵达旦撰写全新的魔法论文。而这群面如死灰的狂热求学者，在世人口中被称为魔法研究生。沃尔夫拉姆系着围裙站在摊位前，微笑着向路过的研究生打招呼，贴心地询问要不要在进楼前喝碗热汤。闻到浓郁香味的研究生瞬间失去理智，发疯般扑上前想要抢夺。沃尔夫拉姆顺势将汤杯举高，笑眯眯地开出一杯10000的高价。面对研究生的抱怨，沃尔夫拉姆不紧不慢地伸出3根手指，表示热汤可以免费续杯3次，折算下来一杯其实只要3000。一口热汤下肚，研究生干瘪枯槁的面容瞬间恢复血色，整个人宛如重获新生，难以置信地惊呼自己彻底活了过来。这碗神奇的醒神汤其实只是用干鱼和杂货店剩下的蔬菜煮出来的，对恢复精力和抗疲劳有奇效。缓过劲来的研究生忍不住感叹，没想到从学生会长退位的皇子居然会亲自跑来路边摆摊。沃尔夫拉姆神秘一笑，顺手掀开摊位上的遮布，露出一整箱包装精致的糖果。面对满脸疑惑的研究生，沃尔夫拉姆自信地表示，这可不是普通的糖果，而是由他亲自担保口味的极品。要明白，在帝国一颗高级糖果售价随随便便就能突破50万零。沃尔夫拉姆拿起一个纸杯，表示这里整整一杯糖果，统统只要5万零，不仅按杯收费，而且能装多少全凭本事，每人每天限购1杯。当场向路过的研究生们发起挑战。听到有这种好事，两眼放光的研究生们摩拳擦掌，是要装满整整1杯。看着上钩的客人们，沃尔夫拉姆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另一边的学院大楼内，红发学姐恭敬地向迎面走来的伊芙行礼，祝贺她顺利当选新一任学生会长。伊芙也微笑着向对方致谢。伊芙客套地表示，期待对方的光魔法理论研究，实际上很清楚这位学姐更在乎政治，留下她只是为了锻炼看人的眼力。学姐顺势奉承起伊芙的恩典，随后恭敬地递出一颗糖果。闻到诱人的果香，伊芙将糖果放入口中，清爽纯粹的甜味瞬间在舌尖化开，让她忍不住露出满脸幸福的笑容。这颗糖果带来的奇妙口感，让伊芙忍不住好奇打听，这到底是哪来的新成果？难道是研究生们研发出来的？听到这番询问，学姐当场愣住，难以置信伊芙居然全部知情，慌乱的坦白，原以为这全是伊芙暗中布下的局。伊芙的神情骤然冷了下来，紧盯着手里的糖果包装，再次沉声逼问糖果的真正来源。被威压逼得冷汗直流的学姐，只得支支吾吾地交代出实情。得知糖果来源的伊芙立刻动身赶往杂货店，而此时店里的沃尔夫拉姆正累得直接瘫倒在地，发愁明天还得继续干活。伴随着一声巨响，杂货店大门被人猛地踹开，沃尔夫拉姆吓得当场跌坐在地。气势汹汹闯进来的正是伊芙，居高临下的冷冷质问，声称终于找到了躲在这里的他。看清又是新会长找上门来，沃尔夫拉姆彻底傻眼，整个人僵在原地。洛恩格林的开国皇帝智勇双全，传下来的子嗣后代个个出类拔萃，但在这一辈当中，伊芙的天赋堪称绝顶。他4岁感知魔力，5岁掌握9阶魔法，年仅16岁便精通5阶魔法，成了连研究生都要敬畏的特级奇才，被盛赞为才华比肩开国先祖的天才皇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高在上的皇女，此刻却独自抱着一整袋糖果，塞得两腮鼓鼓，忍不住发出一阵幸福又傻气的嗤笑。伊芙扫视着货架上的干鱼，语气冰冷地质问沃尔夫拉姆究竟在暗中谋划什么，居然沦落到跑来开杂货店。沃尔夫拉姆坐在地上反驳，表示谋划这个词未免太难听，而且这里可不是什么杂货店，而是售卖各种商品的便利店。面对满脸疑惑的伊芙，沃尔夫拉姆坦言自己是通过合法合同正规接手并经营这家店铺，反问他特意找上门来到底有何贵干。伊芙根本不信他会按规矩办事，认准他必定动用了非法手段，当场伸手厉声命令沃尔夫拉姆立刻把店铺的合同交出来。伊芙看着手里白纸黑字的合同，气得浑身发抖，直呼这不可能。沃尔夫拉姆却一脸淡定地表示，事实就是如此。伊芙一掌重重拍在柜台上，质问他开店居然先卖食物，怀疑他是不是在里面动了手脚。沃尔夫拉姆不紧不慢地掏出检验报告，表示这是魔法区亲自出具的成分分析，反问他难道在怀疑学长们的水平？
背对的哑口无言的伊芙咬牙切齿。沃尔夫拉姆顺势下达逐客令，表示没有其他意义，就请离开。伊芙却突然提起那些糖果，坦白自己也尝过研究生买回去的样品，大声质问他那些糖果究竟是从哪来的。伊芙厉声逼问他究竟从哪弄来这种顶级糖果，怀疑他动用了见不得光的黑钱。沃尔夫拉姆却不紧不慢地反问：“味道怎么样？”伊芙脱口而出：“比皇室的点心还要美味。”随即反应过来，再次咬定他绝不可能走正规途径弄到这种好东西。面对质疑，沃尔夫拉姆平静地表示：“那些糖果全是用自己种的水果做出来的。”伊芙当场听傻了眼。沃尔夫拉姆带着伊芙来到屋后的农园，顺手从果树上摘下一颗鲜红诱人的苹果，直接递到了伊芙手中。看着手里散发着光泽的水果，伊芙忍不住轻轻咬了一口。尝到甘甜滋味的伊芙脸上立刻露出吃到甜食时傻乎乎的笑容。沃尔夫拉姆看着他这副模样，只觉得这在游戏里明明是伊芙最大的萌点，现实中看着却让人倍感烦躁，仿佛是这具当哥哥的身体在产生排斥反应。沃尔夫拉姆顺势掏出一整袋苹果，微笑着向伊芙推销，表示既然喜欢，不如直接买一袋，看在熟人的份上给个大折扣，一颗只要10000。伊芙虽然气得咬牙切齿，却还是把整袋苹果买了下来。回到学生会室的伊芙正独自出神，西尔维亚关切地询问出了什么事，好奇屋里怎么弥漫着一股异样的甜味。伊芙嘴里塞得满满当当，下定决心要把沃尔夫拉姆的存货全部买光吃尽，直到把他彻底吃破产为止。刚把甜点咽下肚，伊芙脸上立刻露出极其陶醉的神情。一旁的西尔维亚看得满头问号。另一边的杂货店后院里，沃尔夫拉姆正蹲在泥地里照料植物，这是他特意从世界树订购的新树苗。为了让果树尽快长成，沃尔夫拉姆将治疗药水和水兑成营养液，仔细喷洒在幼苗的枝叶上。紧接着，沃尔夫拉姆掏出秘密武器，一个专门用来打气的鼓励音乐盒。这东西原本只是用来给魔法系研究生洗脑打气的废品，但它其实藏着一个特殊机制，只要对着植物播放鼓励话语，就能让结出的果实更大更甜。在音乐盒不断的加油声中，果树迅速结出饱满诱人的大苹果。沃尔夫拉姆将捣碎的果肉倒进锅里熬煮，接着混入食用史莱姆继续加热，将熬好的糖浆倒进模具冷却，再一颗颗仔细包好，连伊芙都无法抗拒的特制糖果终于大功告成。看着柜台上满满一篮成果，沃尔夫拉姆却累得瘫倒在柜台下，喘着粗气抱怨自己的体力实在太差。这时杂货店的大门突然被推开，沃尔夫拉姆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表示今天已经打烊，实在没力气做生意。然而站在门口冷冷盯着他的正是去而复返的艾拉。艾拉二话不说，一把将瘫在地上的沃尔夫拉姆轻松抱起，语气平静地询问他是否还好。被这股怪物般的力气当场震慑，沃尔夫拉姆只能尴尬地表示自己没事。两人随后坐到沙发上面对面喝茶，沃尔夫拉姆主动询问起对方的来意。艾拉轻抿一口热茶，微笑着夸赞他的野心确实令人佩服，居然能想到拉拢那群挑剔的研究生，趁机结识这批王国未来的顶尖学者。面对艾拉这番高深莫测的脑补分析，沃尔夫拉姆只是面无表情的随口附和。这时艾拉忽然在空气中嗅了嗅，好奇地追问起店里这股酸酸甜甜的气味究竟是什么东西。沃尔夫拉姆解释这是吸引研究生的特制糖果，顺手递给艾拉一颗，请他品尝。艾拉将糖果放入口中，绝妙的滋味让他忍不住出声赞叹，直言看在这份野心的份上，自己绝不会去打探配方。瘫在沙发上的沃尔夫拉姆松了一口气，反正自己现在也根本没力气多做解释。艾拉随即表态，愿意协助这位跌入谷底的皇子东山再起，大方的让他尽管提出一个要求。考虑到差不多该开始认真打理农场，沃尔夫拉姆便提出自己需要一份学院东部森林的地图。画面转到学院骑士科的委托前台，值班接待员刚准备微笑着迎客，看清来人的瞬间，却吓得当场失声惊呼。来人正是沃尔夫拉姆，接待员只能硬着头皮询问他的委托。沃尔夫拉姆亮出杂货店主的身份，提出要招募一名骑士科学生当护卫，陪自己前往东部森林外围探索，不仅管饭，还开出8000多灵的时薪，甚至附带低级治疗药水当危险津贴。接待员随即递上待选的学生名单，深知自己名声极差的沃尔夫拉姆明白随便选人很可能会惹出麻烦，必须慎重挑选可靠的帮手。仔细翻阅一阵后，沃尔夫拉姆眼神一亮，嘴角浮现出一抹满意的微笑，看来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在约定地点等候片刻，一名棕发少女一路小跑赶来赴约，喘着粗气向沃尔夫拉姆道歉，并元气满满的自我介绍，表示自己就是接下委托的奈芙提。奈芙提元气满满的敬礼，大方的表示直接叫她奈芙提就好。沃尔夫拉姆也微笑着向她打招呼。这位全名叫奈芙提安的少女，在曾经的玩家口中，其实还有着另一个响亮的称号——泥勺女王。而看着眼前这位名声在外的皇子，奈芙提心中也升起了一丝嘀咕。室内两人相对而坐，沃尔夫拉姆再次确认名字，奈芙提站得笔直，认真表示叫自己奈芙提就好。面对雇主让他放松的提议，奈芙提依然坚持恪守规矩，表示身为雇工这样最自在。看着眼前行事端正的少女，沃尔夫拉姆不禁露出一抹微笑，这副模样果然和游戏设定一模一样。在原本的设定中，奈芙提背负着家族债务，骨子里具备纯粹的骑士信念，却因为极度贫困成了金钱的奴隶。在这个睁眼就要花钱的学院里，
为了赚取口粮补贴家用，他甚至能为了一枚硬币拼尽全力。传闻他甚至吃过野草拌树枝，但性格刚正的奈芙提从不走歪道，只靠接正规委托还债度日。沃尔夫拉姆放下心来，不用担心他会为了钱财背刺自己。奈芙提大声询问本次具体任务，沃尔夫拉姆表示要去探索东部森林，开出的时薪是8720灵。听到这刚好卡在最低标准的薪酬，奈芙提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察觉到气氛不对，沃尔夫拉姆立刻补充，如果受伤最多提供2瓶低级治疗药水。奈芙提虽然答应下来，神色却依然显得毫无干劲。沃尔夫拉姆见状赶紧抛出杀手锏，表示此行不仅全程包饭，而且一定会让他吃饱吃好。听到全程包饭，奈芙提两眼放光，立刻赌上骑士之名，发誓一定会圆满完成护卫任务。沃尔夫拉姆接着向他确认关于遭遇战技术的规矩，这种契约通常会约定与敌上线，一旦遇到指定数量的怪物，佣兵就会立刻离队撤退。沃尔夫拉姆提出基准是5次遇怪，但只要超出上限，每多打1次就额外补贴5000灵。奈芙提爽快答应，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硬性条件，一旦这次行动违背了骑士道，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终止委托。沃尔夫拉姆背起行囊，表示既然条件都谈妥了，就别再浪费时间，立刻出发。奈芙提大声领命，走在前面带路。刚进森林没多久，体质虚弱的沃尔夫拉姆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拄着木棍提议放慢脚步。奈芙提开心的满口答应，直言走得越慢，自己拿的时薪就越多。作为1级就能进入的新手猎场，东部森林主要游荡着史莱姆和小型哥布林。刚一遭遇怪物，奈芙提手起刀落，瞬间将扑来的史莱姆一刀两断。奈芙提潇洒收剑入鞘，大声提醒这算解决了一次。沃尔夫拉姆感到无奈，这种杂鱼哪怕自己都能搞定，好在路上没再超出御敌上限。两人顺利抵达了目的地，东部森林深处的豆汁园，这里生长着各种色彩斑斓的奇特豆子。沃尔夫拉姆放下背包，拿出竹筐，蹲下身，熟练的采摘起成熟的豆荚。看到对方竟然亲手干起农活，奈芙提当场看傻了眼。沃尔夫拉姆见他闲着，顺口邀请他一起帮忙采摘，奈芙提立刻昂首拒绝，表示这可不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沃尔夫拉姆头也不回，直接开出了1万灵的时薪加码。面对翻倍的时薪，奈芙提立刻改口，拍着胸脯表示自己最擅长采摘，兴冲冲的伸手就要去扯豆荚。沃尔夫拉姆连忙出声提醒，水之豆一旦受损，品质就会大打折扣，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看着沃尔夫拉姆熟练又耐心的模样，奈芙提感到十分意外。这位前学生会长似乎和传闻中的嚣张跋扈完全不同。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地里的各色豆子很快装满了整整2大筐。体力耗尽的沃尔夫拉姆瘫坐在木桩上，提议先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奈芙提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满脑子都在期待皇子亲自准备的高级大餐。当沃尔夫拉姆把饭递到眼前，看着手里干瘪粗糙的黑面包，奈芙提整个人瞬间石化。奈芙提嘴上勉强挤出微笑，说着没意见，腰间的佩剑却已经拔出来半截，吓得沃尔夫拉姆连忙叫停。眼看护卫就要当场暴走，沃尔夫拉姆无奈妥协，表示要给他露一手特别的绝活，低头在竹筐里翻找起来。他挑出几颗颜色各异的豆子，分别是香草豆、牛奶豆以及气泡豆。他将这些豆子丢进罐中，用木勺用力捣碎，随后盖上盖子，使劲摇晃起来。一阵剧烈摇晃过后，原本干瘪的豆子竟然奇迹般的融化成了一罐细腻浓郁的诱人奶油。沃尔夫拉姆把刚做好的奶油厚厚的抹在干瘪的黑面包上，微笑着递给奈芙提尝尝。奈芙提半信半疑的咬了一大口，整个人瞬间被惊艳的说不出话。沃尔夫拉姆在一旁解释，这样搭配能让粗糙的黑面包变好吃。奈芙提感动的当场热泪盈眶，嘴边沾满奶油，哭着赞叹怎么会和黑面包搭配的如此完美。夸张的反应把沃尔夫拉姆都看懵了。奈芙提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哭诉自己以前只能啃杂草和树枝，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种绝顶美味。就在沃尔夫拉姆满脸疑惑时，眼前突然金光大作，弹出了一个耀眼的成就面板，上面不仅解锁了豆子图鉴和全新称号，甚至还明确标注着他是第一个完成豆类合成的人。看着面板上的首位提示，沃尔夫拉姆整个人当场愣住，没想到自己居然成了第一人。看着眼前跳出的提示，沃尔夫拉姆难以置信，自己居然真的达成了首创成就。转眼到了傍晚，两人顺利完成委托，回到城门前，沃尔夫拉姆向奈芙提道了声辛苦。奈芙提满脸笑容，连连道谢，只夸这顿饭实在太让人满足。他忍不住感慨，以前一直以为豆子是危险作物，没想到吃起来居然能有这么奇妙的体验。奈芙提直言弄不好会爆炸，甚至中毒，完全没想到混在一起会这么好吃，这种手法他活到现在见都没见过。沃尔夫拉姆立刻追问，难道这里真没人知道豆子的配方？奈芙提理所当然地表示，豆子种类成百上千，又到处都是，根本没人会特意花心思去研究。沃尔夫拉姆彻底愣在原地，在这个世界里，真的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混合豆子。回到店里的沃尔夫拉姆开始整理目前掌握的情报。首先是学院糟糕的物流，导致物品全靠手工制作，药水价格比记忆中翻了100倍，装备也足足贵了10倍。其次是平时根本没人去冒险，所以才一直没人尝试混合豆子。奈芙提之前就明确说过，在外面随时可能丢掉性命，根本不会有人主动跑去冒险。沃尔夫拉姆
终于想明白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之所以对各种配方一无所知，完全是因为对外界冒险抱有极大的恐惧。现实无比残酷，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这里的人宁可选择安于现状，也绝不愿踏足未知的危险。要是被卷进主角凯尔图斯的冒险，自己十有八九会白白送命。保住性命成了当前最紧要的事。沃尔夫拉姆定下了未来的3项计划：第一是好好开便利店谋生；第二是在毕业前至少掌握一项生存技能；第三则是尽可能远离主线剧情，过平静生活。然而还没等他松口气，伊芙就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直接把预算计划书摔在面前，愤怒地质问他怎么把预算花成这样。沃尔夫拉姆这才猛然想起，原主当初到处挥霍的烂摊子，现在全要落到自己头上。伊芙大声质问今年的预算该怎么解决，沃尔夫拉姆只能先请他进店，端出刚用豆子合成的草莓奶昔慢慢谈，并介绍这是便利店接下来的招牌新品。伊芙好奇询问便利店到底是什么意思，沃尔夫拉姆解释这是全心全意为所有学生提供便利。伊芙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沃尔夫拉姆疑惑地询问怎么了，沃尔夫拉姆赶紧补充，这杯奶昔要用冷却魔法冻一下才是最正宗的喝法。伊芙忍不住反驳，既然口口声声说提供便利，怎么不提前冰镇好端上来？沃尔夫拉姆无奈坦言自己根本不会冰系魔法。伊芙叹了口气，亲自抬手施展冰冻魔法，随着寒气注入杯中，奶昔瞬间完成了冰镇。伊芙吸了一大口冰凉的奶昔，浓郁的果香在口中迸发，瞬间被这份美味彻底征服。伊芙虽然嘴硬说一般，还是顺口打听其奶昔的定价。沃尔夫拉姆打算定在12000。伊芙嫌价格太贵，建议留到迎新祭典上正式推出。面对伊芙的提议，沃尔夫拉姆淡淡表示会考虑。看着伊芙随手施展冰系魔法的样子，沃尔夫拉姆迅速找到了合作方向，大方表示这杯奶昔算自己请客，让他回去路上顺便买点糖果。伊芙表示有了这次的方案，新生预算总算有了着落。临走前，伊芙严肃放话，如今的学生会早已今非昔比，让他老老实实说在店里开便利店。沃尔夫拉姆坦然回应自己本就这么打算。看着准备离开的伊芙，沃尔夫拉姆突然叫住了他，认真打听起今年的新生代表究竟是谁。伊芙疑惑他怎么会关心这件事，沃尔夫拉姆表示纯属好奇，自己绝不会主动去接触。伊芙便透露今年的新生代表是个平民，名字叫做凯尔图斯。那个笑容开朗的红发少年，正是原本游戏中的主角。沃尔夫拉姆神情严肃地望向窗外，这场游戏的主线剧情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序幕。清晨的魔法区里，沃尔夫拉姆推着餐车，在路边给排队的学生分发饮品。新生迎新会即将开始，主线剧情也终于要正式拉开序幕。在原本的游戏设定中，主角凯尔图斯选择不同的路线与女主角，整个故事的走向都会发生巨大改变。要是他加入了魔法系，选择伊芙作为搭档，就会化身为守护在伊芙身边的利剑，最终迎来公主骑士的结局。但游戏里同样存在各种毁灭结局，特别是那位几乎绑定所有坏结局的女主角，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这个世界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凯尔图斯未来的选择。沃尔夫拉姆希望他能打出一个圆满结局，自己只要老老实实经营便利店就好。身后突然传来清冷的声音，询问他今天的营业额是不是已经达标。照这个势头，怕不是很快就要吹响造反的号角。沃尔夫拉姆转过头，无奈反驳，自己可没打算搞什么造反。顺势询问艾拉怎么会特意跑来这里。艾拉神色疲惫地叹了口气，透露自己被选为了今年迎新仪式的主办人。沃尔夫拉姆这才想起来，艾拉正是3年级的第2名。艾拉忍不住抱怨这种恶劣传统，甚至吐槽等以后造反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规矩废除。所谓的迎新决斗是由3年级次席和1年级首席当众切磋，名义上是让学长学姐给新生上一课。而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主角凯尔图斯在决斗中率先出招，成功划伤了艾拉的脸颊，得意地表示自己先拿下一击。面对挑衅，艾拉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极其危险的笑容，瞬间将原本自信的凯尔图斯彻底打到精神恍惚。虽然决斗以艾拉的胜利告终，但那一记伤痕却深深刺伤了艾拉的自尊，自尊心受挫的艾拉就此黑化，最终成为第3章的反派首领，叛逆的魔女。而这位传说中的危险角色，眼下正捧着草莓奶昔喝得津津有味，并且还是沃尔夫拉姆名义上的未婚妻。艾拉顺口打听起他的安排，询问这次迎新会打算做些什么。沃尔夫拉姆表示自己准备去摆路边摊。艾拉提醒他，按照反垄断规定，摊位每天最多只能营业8小时。沃尔夫拉姆只是无奈的敷衍过去。艾拉眼下最不该担心的其实是旁人，万一他真的像游戏原本的剧情那样，再次彻底堕入黑暗。沃尔夫拉姆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自己被黑金长矛扎穿的凄惨下场，为了自己能活命，让艾拉在决斗中干净利落的碾压获胜，才是对他最有利的结局。于是他主动叫住艾拉，提起他之前想见识自己底牌的事。艾拉坦然承认自己确实很期待。沃尔夫拉姆却突然话锋一转，质疑艾拉现在的水平究竟配不配见识。这番话瞬间激怒了艾拉，他冷声质问沃尔夫拉姆，居然敢质疑他这位3年级次席魔法部的黑水晶艾拉。沃尔夫拉姆却毫不客气地反驳，学院建校300年，3年级次席足足出过300个，根本不算稀奇。艾拉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沃尔夫拉姆
接着拿出自己的筹码，无论是平价高级糖和奶油黑面包，还是眼前的这杯草莓奶昔，全都是这片大陆300年未见的极品，这足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300年一遇。艾拉被对得无言以对，冷声追问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沃尔夫拉姆顺势引出正题，听说今年的1年级首席极不寻常，是个天赋极高的平民。艾拉不屑地反问，难道你觉得我会输给他吗？沃尔夫拉姆面色严肃地提醒，输自然不可能，但要是无法赢得干净利落完美无瑕，对名门崔斯塔而言同样是莫大的耻辱。被激起傲气的艾拉眼神一冷，当场放话，要在决斗中一招将那个平民彻底轰飞。艾拉让他在看台上睁大眼睛看清楚，随后直接摔门而去。看着紧闭的大门，沃尔夫拉姆小声吐槽，这人居然连奶昔钱都没付就走了。这时他拿起艾拉留下的决斗门票，却发现这居然是一张双人席入场券，让他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新生欢迎会是全校瞩目地盛典，沃尔夫拉姆打算借着摆摊的机会，把便利店的名头彻底打响。但盘算了一下手头的商品，糖果和现有的面包都不够出彩，奶昔虽好，却受限于豆子的采集量，急需一款真正能撑场面的招牌爆款。他索性决定亲自下场烤面包，只要能做出优质的面包底胚，抹上奶油就是绝对的门面。可沃尔夫拉姆才刚上手揉面，这具孱弱的身体就当场因为用力过猛抽了筋。更离谱的是，他的体力值居然只有可怜的2点，折腾一会儿，甚至连晕动症都犯了。好不容易来到户外，才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沃尔夫拉姆就彻底累瘫在长椅上，凭自己这副弱小的身板，到底该怎么在迎新会上摆摊？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哀嚎声。沃尔夫拉姆疑惑地顺着声音看去，只见奈芙提正整个人趴在草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苦呻吟，嘴里还念叨着尝过之前的美味后，自己再也咽不下沾着松脂的苦草了。沃尔夫拉姆走上前叫了他一声，看着趴在地上生无可恋的奈芙提，一时间完全摸不透他到底在发什么疯。奈芙提听到声音抬起头，还以为自己是出了幻觉，一边拼命挥手，一边嚷嚷着让幻觉赶紧消失。沃尔夫拉姆表示自己就是本人，奈芙提这才猛然惊醒，吓得当场跪倒在地，连连道歉。面对沃尔夫拉姆的疑惑询问，奈芙提硬着头皮狡辩自己刚才是在冥想。沃尔夫拉姆直接当场戳穿，谁家冥想会像好几天没吃饭一样，把整颗脑袋往草地里砸。被当面拆穿的奈芙提尴尬地对着手指，奈芙提红着脸小声询问，要是以后还有面包，到底得卖多少钱？沃尔夫拉姆嘴角微微上扬，坦言价格倒不算贵，只是反问他手头有钱买吗？奈芙提顿时一脸抓狂，说自己的钱全寄回老家了。沃尔夫拉姆顺势提出，只要来帮自己干活，说不定就能分到面包。奈芙提立马警惕起来，义正辞严地表示自己绝不会助纣为虐。沃尔夫拉姆解释，只是协助研发新品，顺便在迎新会上帮忙摆摊。奈芙提依旧满口拒绝，表示绝不帮学院最大的贪污犯敛财。沃尔夫拉姆直接竖起手指，开出时薪10000，加班1.5倍工资，而且1日3餐全包奶油面包。奈芙提听完当场五体投地，高呼自己院校犬马之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在原本的游戏设定中，只要升入2年级并选择骑士系，就必定会结识一位正直可靠的前辈。对方不仅实力强悍，还拥有信念之剑的至高美誉，甚至因为同为平民出身，一度成为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可如今，这位传说中的骑士却在厨房里为了填饱肚子，化身成疯狂揉面的狂暴机器，满眼绿光的追问到底什么时候开饭。被甩了一脸面糊的沃尔夫拉姆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不知自己是不是彻底把人给带跑偏了。不过看着盆里揉好的面团，发酵程度倒是刚刚好。沃尔夫拉姆拿出一个圆筒，当面演示如何把面团中心挖空。一旁的奈芙提吓得当场变色，以为挖出来的部分要被直接扔掉。沃尔夫拉姆连忙解释会拿去烤别的点心，顺势把挖孔的任务交给了他。奈芙提再次化身狂暴打工人，双手抡出漫天残影，眨眼间就将整盘面团全部掏成圆环，满眼放光的追问下一步该做什么。沃尔夫拉姆被这惊人的手速彻底看呆，接着将成型的面团顺次放进油锅，伴随着油花滋滋作响。他表示对方肯定没见过这种油炸做法。就在这时，沃尔夫拉姆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头看向身后，只见奈芙提早已闻着香味彻底失控，口水直流的把手伸向滚烫的油锅。沃尔夫拉姆连忙出声提醒，要是被热油烫伤可别怪自己。奈芙提却眼神一凛，大义凛然地宣称只要信念不灭就无所畏惧。沃尔夫拉姆无语地吐槽，别在这种时候瞎念什么英雄台词。随着第一批甜甜圈金黄出锅，沃尔夫拉姆准备去取后续配料，顺便交代奈芙提在原地看好成品。可独自守着香气四溢的甜甜圈，奈芙提馋得眼泪直掉，意志力瞬间面临巨大考验。面对香气扑鼻的甜甜圈，吃不到嘴的奈芙提彻底失去理智，当场拔出佩剑，把沃尔夫拉姆当成学院最大的恶霸，发誓要替天行道，亲手制裁他。端着配料回来的沃尔夫拉姆面无表情的冷冷警告，这把剑指要敢拔出鞘，今天的工钱就彻底泡汤。奈芙提吓得当场认怂，慌忙改口表示自己绝无此意。沃尔夫拉姆无奈的让他赶紧把手从剑上挪开，接着他拿出准备好的裱花袋，让奈芙提先在旁边看好，随后将裱花嘴直接扎进面包，把香浓的奶油满满当当地注了进去。看着逐渐鼓胀起来的夹心甜甜圈，奈芙提两眼放光，便利店的全新招牌甜点也终于在这一刻大功告成。
看着盘子里金黄诱人的成品，奈芙提满眼放光的赞叹不已，激动的打听这道伟大点心的名字。沃尔夫拉姆插着腰淡定表示，这东西叫做甜甜圈。奈芙提馋得口水直流，连连感叹，连名字都如此宏伟。虽然很荣幸能参与制作，但吃不到嘴里简直比死还难受。他忽然想起之前答应过包饭，转念一想，又觉得这种昂贵点心自己根本不配奢望，纠结再三，还是忍不住双手合十，眼泪汪汪的哀求能不能尝上一口。沃尔夫拉姆直接大方的表示，每种口味都让他尝一个，顺便给点口感反馈。听到能当场试吃，奈芙提整个人瞬间兴奋的容光焕发。奈芙提激动地捧起甜甜圈，高呼了一声感谢招待，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动。沃尔夫拉姆也拿起一个尝了一口，确认口感相当不错，拿去迎新会上摆摊绝对绰绰有余。不过连着吃了几口后，他还是觉得甜食吃多了容易发腻，一转头就发现奈芙提正眼巴巴地盯着托盘，满脸写着还没吃够。沃尔夫拉姆无奈地摆了摆手，示意剩下的甜甜圈全归他了。奈芙提瞬间喜出望外，一边疯狂往嘴里猛塞，一边感动的直呼，之前全都是自己误会了沃尔夫拉姆。面对奈芙提不停送上的夸赞，沃尔夫拉姆直接无语的打断，让他少拍马屁，赶紧提供试吃反馈。等奈芙提全部吃完，沃尔夫拉姆拿出记事板开始逐项记录，询问每款甜甜圈的口感。奈芙提表示烤甜甜圈不太甜，但很好吃。糖霜甜甜圈虽然没加芯，但甜滋滋的同样好吃。沃尔夫拉姆接着询问草莓奶油口味，奈芙提直白的回答，因为里面有草莓奶油，所以很好吃。听到这敷衍的评价，沃尔夫拉姆手中的笔瞬间停住，强忍着无奈，又问起鲜奶油口味。奈芙提满脸开心的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因为里面有鲜奶油，所以也很好吃。面对这种毫无参考价值的无脑复读，沃尔夫拉姆彻底陷入了沉默。沃尔夫拉姆无奈地放下笔，深知确实不该指望一个以前在雪原啃树皮吃苦草的人能给出什么专业的评价。奈芙提见状突然一脸严肃，主动请缨去雪原猎杀雪人来将功补过。沃尔夫拉姆赶忙开口制止，表示完全没这个必要。他接着向奈芙提挑明，这些甜点是要在新生迎新会上卖的，虽然他的试吃反馈毫无参考价值。奈芙提连忙保证，连自己这种穷平民都觉得惊为天人，那些有钱的贵族肯定会更加喜欢。沃尔夫拉姆却反问，要是只有贵族吃得起，那还有什么意义？这次摆路边摊本质上就是便利店业务的延伸，真正的便利店本就该是任何人都能随时光顾，为了客人的便利而存在的地方。随后他认真询问奈芙提，一个甜甜圈到底卖多少钱才算合适？平民学生花光积蓄坐马车用传送门，好不容易才考进学院，要是想让他们在迎新会上吃上一口甜甜圈感受到幸福，究竟定多少价格才合理？奈芙提听完大受感动，忍不住傻笑着连连感叹，自己以前真是彻底看错了沃尔夫拉姆。沃尔夫拉姆一脸无语，提醒他不用强行改变对自己的看法，赶紧报个合理的价格就行。奈芙提思索片刻表示，只要超过5000就有些贵了。转眼到了前业绩当天，竞技场内早已聚集了大量新生，看台上的老生居高临下的俯瞰全场，冷笑着嘲弄这群稚嫩的新生，不知道最后到底能有几个人撑下来。看台上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了沃尔夫拉姆，周围顿时传来阵阵充满敌意的私语，有人甚至因为之前同伴被开除的事对他怀恨在心，感受到四周快要杀人的目光。沃尔夫拉姆见势不妙，为了避免被这群结仇的学生找麻烦，他正打算起身离开避避风头，身后却突然传来了艾拉的声音。艾拉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有些不自然的小声询问，听说他要在迎新会上摆摊，难道今天是特意抽空来看自己决斗的吗？沃尔夫拉姆一脸莫名其妙，当场毫不留情的回了句不是。艾拉的脸色瞬间彻底垮了下来。沃尔夫拉姆直接挑明自己只是顺路来观察新生，顺便摸摸潜在客户的底细，现在正准备动身去出摊。听到这番大实话，艾拉当场气得鼓起腮帮子。沃尔夫拉姆接着表示自己马上就走，如果艾拉有兴趣，可以去贫民区的摊位转转。艾拉傲娇的回了句有空再说，随后追问他待会儿到底会不会来看入队决斗。沃尔夫拉姆顺势敷衍了一句，只要有空就会过去。艾拉的脸色瞬间彻底阴沉下来，质问他之前明明要求必须赢得漂亮，现在居然连看都不打算看，死死盯着他，要求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面对艾拉阴沉的质问，沃尔夫拉姆的大脑飞速运转，急忙思索该怎么既把大小姐哄开心，又不耽误自己去出摊。他当即换上一副胸有成竹的笑容，表示以艾拉平时的刻苦训练，本来就能轻松碾压对手，这种早已注定的胜负根本没必要看。接着他又一本正经的吹捧艾拉的反叛计划向来最缜密也最完美，既然结果不会改变，有没有人观战自然无关紧要。刚才还满脸杀气的艾拉瞬间被这番话哄得心花怒放，得意洋洋的捂着嘴偷笑，直夸沃尔夫拉姆真不愧是自己的反叛之一。沃尔夫拉姆顺势把话题转移到正事上，打听起他这轮的平民对手凯尔图斯。艾拉不以为意的表示，那名红发新生看起来就像个放牛的农妇。沃尔夫拉姆随即追问对方的武器装备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艾拉仔细回想了一下，表示对方肩上好像背着一把剑柄，带有血红色宝石的巨剑。正准备离开的沃尔夫拉姆脚步一顿，立刻向艾拉确认那把双手剑斜背在身上时，剑身是不是直接垂到了腰部以下。得到艾拉肯定的答复后，沃尔夫拉姆神色突然严肃起来，
郑重提醒艾拉，在决斗中一定要格外小心对方的冲锋。交代完关键情报后，沃尔夫拉姆便动身前往贫民区，准备去打理自己的摊位。那把带有血红宝石的双手巨剑，本该在游戏第2幕才会登场。沃尔夫拉姆完全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能提前拿到这种武器。虽然已经出言提醒，但他依然有些放心不下。等他赶到贫民区的摊位，奈芙提早已满头大汗的准备妥当，正精神抖擞的抬手敬礼，报告开店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然而，这副景象立刻引来了周围路人的窃窃私语，大家完全无法理解，一向正直的信念之剑怎么会和恶名昭彰的学生会长混在一起？正当沃尔夫拉姆走上前时，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毫不客气的直接按在他的头顶，冷哼着质问到底是谁在指点谁。沃尔夫拉姆反手按住奈芙提的头，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冷笑着表示信念之剑果然狂妄，不过看在今天的份上，自己就勉为其难配合他一次。这番戏做给周围的路人看，成功替奈芙提解了围。奈芙提连忙小声向他道谢，沃尔夫拉姆只是傲娇的哼了一声。回到摊位前，沃尔夫拉姆确认油锅已经预热完毕，当即决定从一开始就直接使出杀手锏。奈芙提吓得当场变色，慌忙提醒这样做实在太危险，整条街的其他摊贩全都会被挤到破产。沃尔夫拉姆根本不为所动，直接抛出诱人的绩效奖金。奈芙提整个人愣在原地。沃尔夫拉姆接着开出条件，今天净利润的30%都归他，要是能赚到100万零，他当场就能分走整整30万。听到这个天文数字，奈芙提周身的斗志瞬间彻底暴涨。奈芙提当场单膝跪地，高呼从这一刻起，自己将向沃尔夫拉姆献上绝对的忠诚。沃尔夫拉姆嘴角微扬，冷笑着问他是否已经准备就绪。换上围裙的奈芙提双眼放光，杀气腾腾地表示定要将敌方主将的首级亲自奉上。随着夕阳西下，平民商业街迎来了下班的人潮。一名疲惫不堪的上班族拖着沉重的步伐，正叹息着今天身心俱疲，迫切希望能有什么东西来抚慰心灵。就在这时，前方摊位突然亮起耀眼的光芒，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一股直击灵魂的香甜气息扑面而来，疲惫的上班族瞬间被彻底震撼，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顺着香味凑上前去。他急切地指着眼前的金黄甜点，迫不及待地询问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沃尔夫拉姆微微一笑，淡定地介绍这道点心叫做玉米烧。话音未落，浓郁的香气直接引爆了整条街道，周围的路人彻底陷入疯狂，纷纷挥舞着钞票争相抢购。疯狂涌来的顾客直接把摊位围得水泄不通，有人甚至挥着钞票一口气要买10袋。眼看客人越聚越多，沃尔夫拉姆连忙叫奈芙提加大产能。为了丰厚的提成，奈芙提再次进入狂暴打工模式，双眼泛起摄人的光芒，手持夹子在油锅前抡出漫天残影。眨眼之间，一盘接一盘金黄诱人的玉米烧甜甜圈就被整齐码放在摊位前。围观的学生们被这股香气彻底俘获，惊叹于这种油炸点心的神奇创意，争先恐后的掏钱抢购。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后方，一个身影却在原地停下了脚步。2名囊中羞涩的新生拿着钱包站在摊位前犹豫不决。沃尔夫拉姆一眼看穿他们的顾虑，当场宣布新生一律享受半价优惠。2人瞬间喜笑颜开，周围的新生也跟着争相抢购。新生里的平民数量相当可观，即便打5折也照样能大赚一笔。转眼到了休息时间，奈芙提一边大口嚼着甜甜圈，一边称赞沃尔夫拉姆坚持的时间比预想中还要久得多。累瘫在地的沃尔夫拉姆虚弱地提醒奈芙提那是留着卖的，奈芙提却满嘴塞得鼓鼓囊囊，一脸陶醉地表示照这势头肯定能卖光。沃尔夫拉姆只能无力地劝他别再偷吃。就在这时，远处的竞技场突然传来震天的欢呼声，奈芙提好奇地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算算时间，艾拉现在应该已经和对手碰上了。竞技场看台上的学生早已彻底沸腾，挥舞着应援棒，声嘶力竭的狂呼，疯狂为他们的黑水晶魔女，也就是永远的学院次席艾拉呐喊助威。艾拉则在漫天的呼喊声中，面色凝重的一步步走入赛场。艾拉听着看台上的漫天欢呼，冷淡的自语，居然为了这种无聊的把戏这么兴奋。随后他径直走到赛场中央，停在对手面前。只见对面的红发少年拔出身后长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凯尔图斯，兴致勃勃地表示非常期待这场对决。